今天 Annie 老师要带我们看什么画作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再继续看我的另外一幅附生凤梨。旁边这一幅跟我们上一幅介绍的一样，属于附生在亚马逊热带雨林树上的附生凤梨，也是蜻蜓凤梨的一种。它的学名几经波折，在1850几年直到2008年，在这当中，我看它学名的记录大概有改变过5次左右。你可以看到我在上面写的学名还是2008年以前的一个学名，但是我后来查到，它其实在2008年之后已经被归到蜻蜓凤梨属。它的种名因为是拉丁文不好念，硬要念的话叫做 Vanaradi。那你说它有没有中文名比较好记？其实是查不到中文名的。我们在2014年，我到亚马逊雨林，整个植物采集团队呢就给它一个暂时的中文名字，叫做佛塔凤梨。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花序的部分就很像很高耸的那个佛塔，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。我还是先来介绍我画中的主角，植物学上面的特征好吗？首先在植物学里面呢，会介绍它好像是有一个漏斗状的连座，在这里其实是看不清楚连座还是在这里面，它的叶鞘是很明显的。我们在亲身观察到它的时候，的确是有在这里面呢，因为它的生长非常的茂盛，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没有很清楚。在这里凸显的是它整体的一个形态。我们先来看叶子，它的叶子呢是皮革感觉的，所以亮亮的，它有一个平行的叶脉，然后它又亮亮的，然后质地偏硬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雨林里面在 hiking 的时候，其实阳光还蛮强的，它的叶脉所产生的这些反光啊，其实是蛮明显的。叶子边缘一样有硬刺，但是相对于我们上一幅里面，它的叶子是比较细一点的，然后呢末端渐尖。再来看它的花，它的整个花梗或者是花序会高出它的叶子蛮多的，就整个直挺挺的上来。枯萎的时候它不会往下，它不会往下垂坠，它基本上就是维持这样子的形状。如果它枯掉的话，会是这样子一个表现。那我们再来看细部，细部呢，红色的部分是空气凤梨的一个特征，是萼片。那它的萼片呢是不对称型的萼片，分布是这样一片一片一片这样子的，不是像一般的花，它的萼片好像就是把整个花瓣包裹住，没有，它就是这样单边单边这样子起来。然后它的萼片呈现红色，在边缘呢也是有刺，小小的，所以这边其实都是有画的。然后在这中间紫色的部分，紫红色的部分才是它的花瓣，好像小小一颗花瓣这样。那它的雄蕊跟雌蕊呢就被包裹在这个匙形，汤匙的匙形的这个花瓣里面。你看它这边就有一些花器是从花瓣当中生出来的，所以这是一整个，它这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花。那我觉得这个是空气凤梨共同的一个特征吧。刚刚讲过它是附生的植物，所以呢，我把它原本就附生的树枝，我也把它画出来，所以这是非常原始的样子。它在原始的样子里面，其实这里有2株，可以看得出来就有2株。这一株可以知道说它的方向，它是这一个方向长的，但是因为趋光性的原因，它的花梗仍然是往上长。好，那这个是比较正常，是这样往上，所以在这里面蛮雄伟的，一起附生在这个枝干上面。那下面的这些枯叶仍然是因为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这些枯叶。那这个大概是这一幅画里面植物的介绍。那 Annie 老师，这一株凤梨也是在亚马逊雨林的凤梨啊。当初去亚马逊的时候，有带妈闺蜜的那本书，那上面也有记载这个植物吗？有的。闺蜜在亚马逊里的这个日记里面呢，那本书里面也有画到这个植物啊，我今天也有准备好给大家看。那
那妈闺蜜画的呢，又是另外一个角度跟另外一个风情，我给大家看。妈闺蜜画的这个角度呢，是比较从上往下看的这个视角，我的这个角度是完全是平视的角度，所以从妈闺蜜的这个角度，把刚刚讲的漏斗型的这个连坐呢，就画得蛮清楚的。因为也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它的整个花絮相对的比例呢，就会又更巨大很多。这个是妈闺蜜的一个构图。那同时间，它在这幅画里面呢，也画出了所生长附生在这个树上的，然后还有包括它背后的背景。那我是没有去画它背后的背景，我画的是两株长在一起，把这两株全部都放在画面里面。其实也是因为妈闺蜜的这本书，所以我原来在取它的学名的时候，就直接用妈闺蜜所使用的学名了。因为妈闺蜜她使用的学名是在肯定是在2008年以前的学名嘛，所以我也就沿用了。是一直到去年，因为要参展，所以再重新去研究它的时候，才发现它的学名已经改了。这样。那我想问 Annie 老师，我觉得这幅图给我的感觉很动感呢，感觉像是风好像从左边刮到右边的感觉。那您在现场看的时候，你是有想表现出它这个动感的感觉吗？其实在现场看的时候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它是非常动态的一幕，怎么样叫做动态的一幕呢？船就是停在河边嘛，那我们就下来 hiking， 在陆地上 hiking 这样子，走着走着呢，就这一株，它就从树上连这个树枝带它一起倒下来，就我们走在前面的地上这样子。所以我说的这个动感，就是这舞动倒下来这一幕。可是也正是因为它倒下来，就在我们前面，所以能够看出它真的很大，尤其是它是两株合在一起，真的是很巨大这样子。那如果说它还在树上的话，因为比较远，所以看起来还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感受这样。所以掉下来之后，那我们去看它、观察它的枯叶等等的，都是在往这个方向生长这样子，没有及时捕捉到它还没掉下来的样子，所以并不晓得它在树上的时候是什么样。所以这一整画面其实是已经掉在地上了，这样好像没有人被砸到。原来它掉在地上啊，我还以为那个很动感的感觉是在营造一阵风刮来的感觉嘞。但我相信它如果还在树冠上的时候，应该是这样没有错。很可惜没有及时捕捉到。我觉得如果不是它掉下来的话，我们可能对于这些细节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细节，我可能也没有办法观察到那么清楚。所以也真的是刚好它掉下来，心里想说一定要画，怎么可以不画呢？太千载难逢了。感觉得出来，Annie老师特别喜欢空气凤梨啊！我上次逛花市的时候，也看到好多人在卖空气凤梨耶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一种啊！空气凤梨它其实只是一个统称，凤梨是一个 family， 就 Bromelia 是一个科，然后它在这个科里面有很多的属，在花市里面大概卖的都是比较小型一点的 Tillandsia 之类的 Artemia 可能在一般的花市里面蛮难的这样子，也许在一些玩家的手上可能会有。那如果Annie老师逛花市有遇到这颗空气凤梨，你会把它买下来吗？一定会啊，可是我会很好奇它是怎么来的。从环保的角度来讲的话，看到有一些山采的植物啊这些的，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啦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要去到原生地去看植物、观察植物，并且做记录？是我们要去追随它，而不是说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用钱买过来，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硬生生的把它带离它的生长地。那我觉得都是比较不好的。原来Annie老师的画作不只是记录它的美丽，也记录它的生长环境，把它美丽带走，可是不把它本人给带走，非常有意义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创作只是一个副产品，最主要的是能够让我每次画这些亚马逊雨林的植物的时候，让我回到那个当下。我不只是去1个月啊，我回来这么多年都一直在画，所以我也留在雨林里面很多年。那关于想知道
Annie 老师去亚马逊雨林的故事，可以参考我们第2集 Annie 老师有分享去亚马逊雨林的故事。那我们今天这幅画作就先这样子咯，下次有机会再看更多不同的画作。好哦，好，拜拜。